当孩子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父母却又不顾一切的满足，这家人将会得到怎样的结局？其实答案都在这本中学生必读名著里，那就是孩子被欲望吞噬，父母被吸干抛弃，身价100万的高老头给了每个女儿60万法郎的嫁妆，让他们如愿以偿地嫁给了贵族和银行家，又散尽家财满足他们的所有愿望。而女儿在他没钱后，却无情地把父亲赶出家门，导致他晚年只能节衣缩食地住在最破败的公寓里。而一心想往上爬的大学生拉斯蒂涅克则凭借着贵族身份勾搭上了高老头的二女儿，这一切都被一个神秘人福托勒看在眼里，他酝酿着一个天大的阴谋，只等着拉斯蒂涅克主动来咬钩。因此他借着两人吵架的机会，把大学生拉到了远离人群的大树下。福托勒早就看出拉斯蒂涅克渴望出人头地的野心，而上次他在餐桌上为高老头出头，让福托勒断定这个大学生并不是个孬种，他只需要一个机会。而眼下在这所公寓里就是有这样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他和拉斯蒂涅克一起飞黄腾达的机会。当他看到被富豪父亲抛弃的维克多丽娜对拉斯蒂涅克投出爱慕的眼神时，一个阴谋就已经在他的脑海中形成，这将是一笔3赢的交易。所以他故意在人前激怒拉斯蒂涅克，给众人造成一种他们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错觉。其实呢，这位老奸巨猾的神秘人就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把这个邪恶的计划向拉斯蒂涅克和盘托出。于是他在大树下对大学生说道：你胸怀大志，想让家人过上优渥的生活，可是即便你苦读法律，随后平步青云，也许到了20年后，你最多也就是做个年入5万法郎的法官。可在这之前呢，你的家人还要和你受20年的苦。如果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在1年之内就体体面面地达到这个收入，并且有100万法郎的存款呢？说到这儿，他看着拉斯蒂涅克贪婪的眼神，神秘的一笑，然后继续说道：当然我需要回报，可我要的并不多，我只要其中的20万，这足够让我去美国买一大片种植园和成群的黑奴，然后做个开开心心的农场主。拉斯蒂涅克显然被打动了，他太需要钱了，于是焦急地询问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福特冷轻松地说道：几乎用不着你费什么事儿，你只要让维克多丽娜非你不嫁就行了。拉斯蒂涅克一头雾水，要知道那个女孩比他可还要穷啊，可是破局的关键点也的确是他。福特冷一脸阴鸷地告诉他，虽然现在维克多丽娜的父亲不认他，但是只要他的哥哥死了，他就会变成他父亲100万家产的唯一继承人，而他的哥哥随时都有可能在街上和某个人决斗，而这个人恰好就是一位从军多年的剑术大师，这些我都可以安排，而你只需要点点头。拉斯蒂涅克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这个浑身散发着阴冷的神秘人竟然他参与一场谋杀。虽说他想靠勾引贵妇上位，但这只是巴黎常见的手段罢了，虽然不光彩，可并不违法呀。身为法学生的他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他赶紧打断了福托冷的话，并快速离开。至于福托冷，他倒不以为然，年轻人嘛，总把正直作为人生信条，总认为要光明正大的行事，要靠自己的能力出人头地，道德底线也未免高得可笑。等他看清楚上层老爷们的真面目，就会知道自己的想法多么幼稚。想要成功，就得不择手段，这是他从地狱回归人间之后的唯一信条。他知道拉斯蒂涅克的1500法郎很快就会挥霍一空，福特冷有绝对的把握，现实会让拉斯蒂涅克回头的。经过鲍塞昂子爵夫人的情人阿绪达的介绍，拉斯蒂涅克很容易就结识了高老头的二女儿纽沁根夫人，而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几乎一瞬间就拜倒在了夫人的石榴裙下，她实在是太美了，满身的珠光宝气更是映衬出她出众的容貌。而他们相识的时机也很特别，正好是纽沁根夫人被贵族情人抛弃的时刻，那个人只把她当作花钱包养的玩物，而绝不带她进入贵族圈子。可现在否极泰来，有谁又会比高贵的鲍塞昂夫人的表弟更适合实现他挤进上流社会的夙愿呢？何况这个男人还年轻帅气，一表人才。于是二人很快就互生情愫。拉斯蒂涅克则觉得上流社会的贵妇也太好得手了，他天真的以为攀上了夫人，纽沁根先生的黄金生意也许能够让他也发财。回到公寓后，他兴奋地告诉高老头，他见到了他的二女儿。
这位可怜的父亲平时根本就见不到女儿，他只能去找2个孩子的贴身女仆，好知道他们最近的生活与动向。所以他急忙拉着拉斯蒂涅克没完没了地问了起来：女儿开心吗？穿得漂亮吗？拉斯蒂涅克则说她美的简直和天仙一样。这位老父亲满意地笑了，他幸福的样子不像住在一座潮湿发霉的小屋，因为缺少过冬的柴火而冻得瑟瑟发抖的穷人应该有的。一老一少因为纽钦根夫人有说不完的话，高老头认为拉斯蒂涅克能给他的2女儿带来幸福，而后者则视高老头为伟大的父亲。自从拉斯蒂涅克与纽钦根夫人确立关系后，他在社交场合果然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贵妇青睐。一个男人有没有魅力，看看为他倾心的女人就知道了。那些专门狩猎别人心头好以展示个人魅力的贵妇们都开始蠢蠢欲动。拉斯蒂涅克情场得意，可是借此发迹的路子却被堵死了。因为纽钦根夫人看似富有，其实穷的连100法郎都拿不出来。他们夫妻也完全有名无实，因此休想靠着这层关系得到丈夫的提携。而夫人自己价值60万法郎的陪嫁早就被丈夫一点点的挪用干净。为了维持体面，为了在社交场合显得贵气，她不得不举债购买裙子和珠宝。前几天1笔6000法郎的欠款简直差点要了她的命。要不是拉斯蒂涅克在赌场的手气足够好，天知道他该怎么躲过高利贷的围剿。不过拉斯蒂涅克倒是如愿进入了上层的圈子，开始学习他们的消遣，开始不断的赌博。手气不好时他债台高筑，手气好时他出手阔绰，生活像是在走钢丝。但他终究还是明白过来，作为一个没有收入的大学生，这样的日子是无法持续的，很可能还没有钓到富婆，自己倒因为欠债而身败名裂。所以他现在开始在意维克多丽娜对他投来的爱意，甚至有意在吃饭的时候和这位可怜的姑娘调上几句情。单纯的维克多丽娜以为迎来了爱情的春天，可拉斯蒂涅克却常常觉得这是为自己良心送葬的冬天。尤其是当他这些行为被福托冷撞到之后，就像是在死神面前整日的熬夜狂欢。福托冷早在暗中观察良久，如今见时机已到，就把拉斯蒂涅克拉到一旁，悄悄地对他说：交易已经做成了，维克多丽娜的哥哥和我安排了一位剑术高手，将在明天8点半决斗。至于决斗的原因，在巴黎常见的不能再常见的，就是证件不同。拉斯蒂涅克仿佛看到眼前有一滩鲜血，本来蒙尘的良心被这个变故突然惊醒。他慌张地离开福托冷，想要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维克多丽娜的哥哥。可正要出门的时候，正巧看到从外面回来神采奕奕的高老头。后者不由分说地拉着大学生上了楼，他说要给这个善良的孩子一个惊喜。原来高老头知道了拉斯蒂涅克与2女儿纽钦根夫人越来越深厚的爱情，他想让自己的女儿开心，于是瞒着拉斯蒂涅克和纽钦根夫人一道，在富人区为他们2个租了一间豪华公寓，并按照拉斯蒂涅克的喜好布置装修了一番。而老父亲唯一的一点私心就是能够让他搬到那栋公寓的6层的小阁楼里，他保证不会打扰他们，只想能偶尔看看女儿，哪怕只是听到楼下开关门的声音，都会让他充满欣慰。至于钱嘛，高老头卖掉了自己的债券，这样他的年收入缩水到1200法郎。不过只要女儿开心，即使是替他养情郎也没有关系。拉斯蒂涅克被高老头无私的父爱再次震惊了，不过他还是出于本能的要去送信儿。可福托冷早已把他堵在了门口，并破天荒的邀请大家喝酒。他说这是为他做成了一笔中介交易而庆祝。拉斯蒂涅克并不知道福托冷早已在酒中做了手脚，于是几杯酒下肚便不省人事。等大学生醒来时，已经是第2天早上11点。等他疯了似的跑下楼时，正撞见维克多丽娜的父亲派来的信差。他说大少爷与人决斗，脑门上中了一箭，已经生命垂危，老爷让小姐赶紧回家。维克多丽娜急忙走了，临行前还深情地望了一眼拉斯蒂涅克，就像在说无论情况怎样变化，我都会爱着你。福托冷看着维克多丽娜远去的背影，望着拉斯蒂涅克肆无忌惮地怪笑。可不一会儿，他脸上的笑容逐渐由得意变得扭曲，继而又露出痛苦的神色，然后毫无征兆地晕倒，重重地摔倒在地上。紧接着一批荷枪实弹的警察与士兵迅速包围了覆盖公寓。原来密探早就买通了同住在覆盖公寓的老姑娘米肖诺，让她给福托冷的咖啡里下了毒，这也使得他的真实身份大白天下。原来福托冷的真名叫雅克·科兰，因为做过几件臭名昭著的恶性案件，江湖绰号玩命鬼。
他还曾为一个他喜欢的男人去顶罪，在蹲苦牢的期间，他博得了不少重刑犯的信赖，因此他出狱之后就替这些人打理钱财，谋划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在明面上，他是住在贫民公寓的小商人，在暗地里，他却是巴黎著名黑帮的首席智囊，手里不知沾染过多少条人命。而他邪恶的本性、黑暗的过往，把丛林法则当作信条，把他人生命作为筹码的一切自私自利的特质，使他的身上凝聚了地狱般的阴冷。这个身材高大的罪犯在被押上囚车之前，还不忘对拉斯蒂涅克说：“我们的交易仍然有效。”拉斯蒂涅克被接二连三的意外打击得喘不过气来，他匆匆地跑到街上，不由得想起了福托冷曾经告诉过他的话。他说，一个人想在巴黎出人头地，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不择手段。这与表姐曾和他说的极为相似。一个在巴黎地下双手沾满鲜血，以谋杀别人性命来换取利益的刽子手，与一个出身世家、巴黎上流社会的贵妇，竟得出了一致的上位理论。窃狱者诛，窃国者诸侯。住在巴黎天宫里的人，屁股也并不干净，只不过他们善于将掠夺包装成福报，而住在巴黎下水道中的人，则不会巧言令色那一套，而是不加修饰的践行丛林法则。正当拉斯蒂涅克在街上乱逛的时候，一脸兴奋的高老头把他拉到了出租马车上，载着他到了新家。那是一个坐落在富人区的豪华套间，而这笔不菲的开支自然是由高老头支付。他卖掉了自己的全部债券，只留下勉强度日的钱。今天这顿饭也是这位父亲7年来第一次能够光明正大的和女儿一起用餐。拉斯蒂涅克其实并不想接受情妇的赠与，因为这在上流社会会成为笑话，可他实在囊中羞涩，何况这份赠与里还包含着高老头的爱子之心，他就没有再推脱。可他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些好心当成欠款，一分不差的还给他。拉斯蒂涅克被高老头纯粹的父爱所感染，使得刚才由福托冷而产生的冰冷想法一扫而空。他望着这位不断牺牲的父亲和美丽的情妇，大声地说，自己一定会出人头地的。高老头因为这句话更加确信他能为女儿带来幸福。不过纽钦根夫人对拉斯蒂涅克越来越深的爱，却是来自于一封邀请信。表姐鲍塞昂夫人兑现了她的承诺，为了提携拉斯蒂涅克而把他的情妇邀请进了巴黎最顶尖的贵妇圈子。纽钦根夫人终于能如愿以偿的在这场权贵云集的舞会上一展风采了。重要的是，身为伯爵夫人的姐姐一定会盛装出席，那一晚她一定要和姐姐一较高低。第二天，正当高老头收拾好最后一个包袱，准备和拉斯蒂涅克还有二女儿安享晚年的时候，一辆马车匆匆停在了覆盖公寓的门口。一个满脸泪痕的少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进了高老头的房间。来人正是纽钦根夫人，她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纽钦根先生濒临破产。此时想霸占他的全部嫁妆，用来豪赌最后一笔生意。如果夫人不同意，他就直接宣告破产，然后拿着那笔被他蚕食的七七八八的嫁妆溜之大吉。如果他同意，未来投资赚钱之后就会2倍3倍的回报他。就在商场的高老头一眼就识破了二女婿的诡计，他安抚女儿要去法院起诉，以保护他最后的资产。可还没等他喘息，大女儿的马车也停在了公寓楼下。他气喘吁吁地跑上楼，看到父亲就哭了出来，以至于没有发现妹妹也在这儿。他同样也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原来他的情人马克西姆最近因为赌博又欠了10万法郎，而在此之前他已经为情人还了很多次赌债，包括高老头卖掉银餐具那次。可是这次他与马克西姆都拿不出1毛钱，以至于他昏了头，卖掉了雷斯托家的家传珠宝还有自己的首饰用来还债。这事儿很快就被她的丈夫知道了。在巴黎的上流社会，夫妻之间各玩各的没有问题，可一旦涉及到家族荣誉和财产，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雷斯托伯爵对夫人展开了彻底的清算，他要求夫人放弃他的财产，以换取他不公开此事，同时给他全权的自由，情人的事情他将不再过问。而后他又问夫人，2人的孩子中到底哪个是他的。得到了只有大儿子是的答案之后，他要求夫人签下协议，此后将不再供养他，2人只保留夫妻名分。高老头听到这儿已经有些头晕了，可大女儿的话并没有说完。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让父亲想办法再给情人赌上12000法郎的债。他虽然不知道父亲过得怎么样，但他清楚地记得父亲还有一笔债券攥在手里，正好值12000法郎。高老头听了简直如坠冰窟。短短一个上午，2个光鲜亮丽的女儿竟然都成了穷光蛋。
他沮丧地告诉大女儿，他已经无力为她还债了。为了给拉斯蒂涅克布置这间屋子，他卖掉了手中的债券。如今除了妻子遗留给他的一套银餐具，一张领固定年金的养老存折，他一无所有。大女儿听到这儿才发现妹妹的存在，于是两个人像往常一样斗起嘴来。无论老父亲如何哀求，他们仍然互不相让。姐妹俩从小就明争暗斗不断，每一个都想踩在对方的头上。看姐姐嫁给了贵族，妹妹就不甘示弱的一定要嫁给有钱人。看妹妹想爬到贵族圈子里，姐姐就用自己的人脉封死妹妹所有向上攀爬的路。即使是对父亲的搜刮，他们也互相攀比。大女儿为了给情人还债，每次1000法郎1000法郎的向父亲伸手，二女儿则是为了搭一个和情人共度良宵的安乐窝，一次性花了父亲上万法郎。可他们谁都没有想过，哪怕一次，比一比谁更孝顺。住在隔壁房间的拉斯蒂涅克听到两个女儿所说的一切，包括高老头为自己的花销。作为一个正直的小伙子，作为一个钦佩高老头父爱的人，他并不希望自己花女人的钱，更看不惯姐妹俩对于高老头的盘剥。他虽然身无分文，但是凭借着鲍塞昂夫人表弟的名头，他的信誉还是值一些钱的。于是拉斯蒂涅克立刻手写了一张12000法郎的借条，交给了大女儿雷斯托伯爵夫人。他说这是他欠高老头的，可以把这个借条转让给任何债主，他都会照付的。大女儿颤抖着拿着欠条飞奔着跑出去还债，二女儿呢则火急火燎地回去准备舞会的衣服。高老头觉得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累过，有什么能比得到一切又失去一切更让人心力交瘁的呢？拉斯蒂涅克扶着高老头睡下，而住在公寓里的医学生皮安逊却说，老头子的症状很可能是得了脑溢血，他的双眼浑浊，面部抽搐，如果到了明天情况还不缓解的话，也许就没有几天好活了。拉斯蒂涅克想想刚才姐妹俩的坏消息，还有相互之间的唇枪舌剑，这样的打击对于一个深爱女儿的父亲来说，未免重的有些难以承受了。虽然高老头如今有性命之忧，但可以想见的是，大女儿一定靠不住，也许纽沁根夫人能够拯救她的父亲。傍晚，拉斯蒂涅克在戏院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但是二女儿同样不以为然。相比于父亲的病，她更担心自己的财产问题。再说，她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对不住父亲的。虽然她和大姐相互不对付，但他们一致认为父亲没有尽心地给他们筛选夫婿，这才是导致如今他们婚姻失败的主要原因。面对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做女儿的不去怨恨他，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纽沁根夫人的婚姻已经彻头彻尾的失败了，她现在只想和拉斯蒂涅克好好的谈情说爱。大学生被他的话堵得只剩沉默，而纽沁根夫人则不再谈论父亲，而是说起了后天就要在鲍塞昂夫人府上举行的舞会。演出散场后，两人又回到高老头给他们布置的安乐窝里共度春宵。纽沁根夫人早把自己的烂事儿和父亲的重病忘到了九霄云外，倒是拉斯蒂涅克看到这所房子里的一切，不由得想起了一直憧憬和他们一起生活的高老头。于是第二天醒来，他火速奔回了覆盖公寓。此时的高老头正虚弱不堪地躺在床上。从医学生皮安逊的口中得知，本来高老头有一些好转了，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带着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上午又跑出去转了一圈，做了一笔什么交易，这让他的病情更加严重。拉斯蒂涅克想了想，就问高老头，是大女儿伯爵夫人来过了吗？高老头吃力地点点头。他说他的女儿太不幸了，为了参加明天的舞会，他定做了一件1000法郎的裙子，这会让他成为舞会上的焦点，可是他却拿不出这笔钱来。于是高老头卖掉了他最为珍惜的妻子留给他的银餐具，又把自己的年金存折抵押了，勉强凑够了1000法郎。从今往后，他只能靠清水面包充饥，但是一想到女儿能在舞会上玩得开心，他就什么都无所谓了。皮安逊对拉斯蒂涅克说，如果这1000法郎花在治疗上，说不准能救他的命。两位大学生出于善心，开始轮流照顾高老头。到了第二天早上，医生来了之后，无奈地摇摇头，老头子已经回天乏术了。拉斯蒂涅克再次接到了纽沁根夫人让他共度良宵的信。高老头看到后，还不忘在病榻上嘱咐大学生，一定要带女儿在舞会上高高兴兴地玩。当拉斯蒂涅克愁眉不展地出现在满面春风的纽沁根夫人面前时，人们一定会产生错觉，以为高老头是前者的父亲。拉斯蒂涅克认为，在父亲重病的时刻，应当尽心照顾，而杜绝一切娱乐活动。但纽沁根夫人完全不这么想。
他只是一心催促拉斯蒂涅克赶紧换装，好早点出发去参加今晚的舞会，因为会有500辆豪华马车把鲍塞昂夫人的府邸围个水泄不通。拉斯蒂涅克有种水淹头顶的窒息感，他看着眼前这个女人，感到既悲观又失望。他曾一度陷入鲍塞昂夫人与福托冷曾向他描述的世界，是高老头纯粹的父爱把他拉了回来。如今情妇对父亲的薄情，则让拉斯蒂涅克彻底打破了天真的幻想。他忽然把人间看作一潭污泥浊水，人若涉足其中，纵使你有万般能耐，也必定陷落无声。他从小在一个贫穷但又和睦的家庭长大，父母的言传身教告诉他该如何正直的为人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家人到现在仍能享受除了富有之外的所有温情。他并不准备舍弃以往的价值观，可巴黎给他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一扇功利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之门。这无疑给这位正直的青年提供了一种适宜在巴黎攀登的规则与阶梯。他现在学会了用功利的眼光去看待一切，眼前这个女人的凉薄注定不会成为他的灵魂伴侣，他也没有必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净化他的心灵。他看开了，也在这场上流社会的游戏中找到了自己的角色。这一切的一切，无非是2个各怀鬼胎的男女相互享受对方的情欲。2人酝酿已久的爱情，如今只剩下了扼杀爱情的不断纵欲。在一阵翻云覆雨之后，纽钦根夫人换上了漂亮的舞会盛装，若无其事地问起父亲的情况。拉斯蒂涅克如实说了，纽钦根夫人的热泪也落了下来。不过她很快就止住了哭声，因为这会弄花了她的妆。500辆马车的风灯把鲍塞昂夫人的府邸照得亮如白昼，这里聚集了巴黎所有的名门望族、商业巨擘。雷斯托夫人和纽钦根夫人也在其中，他们伴着人群不断的热舞。这里演奏着最高雅的音乐，飘荡着最显赫的姓氏，弥漫着最奢侈的香味。可他们真的对得起上流这2个字吗？权势与财力可以掌握话语权，垄断舆论而呼风唤雨，站在高台而接受万民崇拜。但是他们真的能代表何为高贵，何为上流吗？第二天下午2点，皮安逊叫醒了因为舞会而筋疲力尽的拉斯蒂涅克。高老头已经没有6个小时的活头，他迫切地想见见2位女儿，于是派送信的人去2位贵妇的府上传话。拉斯蒂涅克一边照顾老人，一边给他讲述2位夫人在舞会上的快活。高老头就像身临其境一样，满足地笑着说，他知道他的孩子们有多么爱他，要是他们知道了他生病的消息，一定不会去跳舞，而跑来照顾他。可是做父亲的牺牲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女儿们开心就行了。他说完就昏昏沉沉地闭上了眼睛。正在这个时候，送信的人回来了。他说大女儿雷斯托夫人有事情要解决，来不了。二女儿纽钦根夫人则还在睡觉，不让别人叫醒她。高老头的耳朵对于女儿的信息总是格外灵敏。已经奄奄一息的老人听到这个残忍的消息，不禁发出了天底下最痛苦的哀鸣。他对拉斯蒂涅克艰难地说道，其实在10年前，在他进入福盖公寓的那一刻，他就料想到了今天的结局。虽然他不顾一切地溺爱女儿，可2个女儿并不爱他，他只能用钱维持着他们之间虚弱的父女联系。当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之后，即使是临终前的最后一面，女儿也没能让他如愿。可把孩子养成这样，又何尝不是自己的缺陷在子女身上被放大？看着这个为了女儿牺牲一切的父亲，拉斯蒂涅克决心要完成高老头在濒死之际的唯一心愿。他当掉了自己的金表，因为他已经穷得付不起马车费。随后直奔雷斯托伯爵府上。在拉斯蒂涅克充满怒火的强烈要求下，他才见到了有气无力的大女儿伯爵夫人。可是他来不了。接着他又跑到纽钦根男爵府上，找到了在床上休养的二女儿。纽钦根夫人看着拉斯蒂涅克的怒火慌了神，他知道这次如果不去，很可能就会被这位贵族抛弃。于是他慌忙穿起衣服说，他一会儿就来。拉斯蒂涅克好歹完成了高老头一半的心愿，于是马不停蹄地跑回福盖公寓。此时老人已经气若游丝，可皮安逊对拉斯蒂涅克说，病人的嘴里喊的全是2个女儿的名字。2位大学生看着如此强烈的父爱与如此凉薄的子女，不由得都流下了热泪。高老头微弱地睁开了眼，2位大学生在他的眼里慢慢幻化成2个女儿的容貌，这让他回想起女儿出嫁之前他们一家和睦的生活。他苍老干瘪的手忽然分别抓住了2个大学生的头发，只见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叫嚷着说道，我的好儿女们，我知道你们会来的，你们是天底下最孝顺的人，我为你们祈祷最光明的未来，
说完，这位可怜的老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拉斯蒂涅克把头发从高老头的手里拽出来，心里无限凄凉。唯一的一点欣慰是，这是高老头最后一次欺骗自己了。直到他们为高老头换好衣服，准备下葬，大女儿雷斯托夫人才姗姗来迟，二女儿纽沁根夫人则只派了贴身女仆来。因为没有钱给高老头下葬，拉斯蒂涅克不得不再次到两位夫人的府上登门拜访。可他接到的回复却是，因为敬爱的岳父父亲大人去世，一家人处在悲痛之中，概不见客。于是拉斯蒂涅克用当金表的最后一点钱替高老头结清了覆盖公寓的欠款，运用最少的钱给他办了一个最寒酸的葬礼。在巴黎城郊的贫民公墓里为他租了一块墓地，在高老头的墓碑上颇具讽刺意味地写着雷斯托伯爵、纽沁根男爵岳父之墓，两位大学生捐赠。葬礼结束时已是黄昏，一股渗人的凉气爬上拉斯蒂涅克的心头。他望着高老头光秃秃的墓地，洒下了最后一滴真诚且高贵的泪水。在巴黎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高尚与真情就该被埋葬在偏僻的城郊，与孤魂野鬼作伴，而狡诈与拜金则理应在金碧辉煌的殿堂里起舞，在显贵的府上缠绵。拉斯蒂涅克望着在夜间流光溢彩的巴黎，好像一个充满了金黄蜂蜜的蜂房，哪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不想冲进去大快朵颐呢？他的正直与邪恶不再反复摇摆，他已经知道了该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做出什么样的表情与抉择。于是他望着巴黎中心的方向大声地说道：现在就看我们俩的了。说完，拉斯蒂涅克就径直走到纽沁根夫人的家里去吃晚饭，作为向这个世界的首次挑战。